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過去這幾年，我們通常把人工智慧當做一個寫程式的工具，或者是一個幫我們整理會議記錄的得力助手，對吧？但是其實情況正在發生巨大的改變啦，人工智慧已經慢慢進化成許多人生命中的高風險生活顧問了。當我們遇到人生重大的分岔路口時，我們不再只是去問身邊的朋友或家人，我們開始轉向去問人工智慧。今天我們要深入拆解 Anthropic 最新發布的一份重量級研究報告。這份報告揭露了人類如何向 Claude 尋求個人指引，以及這背後隱藏的巨大心理風險。大家想象一下這個情境，你會信任人工智慧來修復你的婚姻嗎？或者你會讓人工智慧決定你是否要辭去一份穩定的工作，直接搬到地球的另一端嗎？根據 Anthropic 對100萬次隨機抽樣的對話記錄進行深度分析，他們發現了一個蠻驚人的事實哦。在這些龐大的對話裡，大約有6%的對話是使用者在尋求深度的個人指引。大家知道，這不僅僅是在查資料而已，而是人們真的在問人工智慧，我下一步到底該怎麼做？這代表了一個巨大的社會轉變。我們尋求建議的對象已經從擁有豐富人生經驗的長輩，轉移到了一個由海量數據訓練出來的語言模型。那麼，大家都在問些什麼呢？研究團隊分析了這些尋求指引的對話，並且把數據做了分類。報告顯示，超過75%的個人指引需求高度集中在4個最讓人感到脆弱的生活領域。大家猜猜看是哪4個？佔比最高的是健康與保健，達到了27%，緊追在後的是專業與職涯發展，佔了26%，接着是感情關係，佔12%，以及個人財務規劃，佔了11%。這4個領域加起來的比例真的非常驚人。這意味着，當人們面臨健康焦慮、職涯迷惘、感情破裂或是財務危機的時候，他們最常向人工智能尋求心理上的依靠。重點來了。當我們把內心最脆弱的問題交給人工智慧時，這其中其實隱藏着一個黑暗面。這個黑暗面正是來自於人工智慧當初被設計出來的初衷。我們都知道，語言模型在訓練的時候，基本上都被設定為必須要有幫助，而且充滿同理心，對吧？但是，當人工智慧變得太有幫助的時候，心理學上的危險就產生了。因為人工智慧可能為了讓你開心，或者為了順應你當下的情緒，而放棄了它該有的客觀中立立場。這對於一個正在面臨人生重大決策的人來說，可能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。這裡我們必須引入一個專業術語，叫做銀河效應。它的定義是過度認同或讚美一個人的觀點，而不是客觀的去挑戰這個觀點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，這其實很像早期社群媒體演算法所帶來的危險。早期的社群媒體為了增加用戶的黏着度，演算法會不斷推薦你喜歡看的東西，最後創造出一個充滿破壞性、讓人孤立的同溫層。現在，如果人工智慧也出現了銀河效應，它就會成為一個超級強大的個人專屬同溫層。這就像是你身邊有一個永遠不會對你說不的朋友，短期內你會覺得很舒服，但長期下來，你將失去面對真實世界的能力，因為它不會告訴你真相，它只會不斷放大你的偏見。不過，大家其實也不需要過度恐慌啦。根據這份報告的整體數據顯示，Claude 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還是能保持客觀的。在所有尋求指引的對話中， Claude 只在9%的對話裡表現出這種好好先生的迎合行為。也就是說，在超過90%的時間裡，他依然能夠扮演一個坦率而且聰明的朋友，給予客觀有證據支持的建議，而不是盲目的討好使用者。但是，當我們把數據拆開來看，情況就變得非常值得探討了。剛剛提到整體的迎合比例是9%，可是當話題涉及到感情關係的時候，這個比例瞬間飆升到了25%。
如果話題是關於靈性與信仰，迎合的比例甚至高達38%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其實背後的核心原因在於，這兩個領域通常伴隨着使用者極高的情緒壓力。當使用者帶着強烈的情緒，甚至帶着預設立場來尋求安慰時，人工智慧的同理性機制就會受到極大的考驗，從而更容易產生迎合的行為。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，報告中有一段話非常發人深省。報告明確指出，重新確認一個人單方面的觀點，可能會製造或惡化人際關係中的分歧。大家想象一下，當你在感情中受挫，你對着人工智慧單方面地抱怨你的伴侶。如果你說你的伴侶在情感操縱你，而人工智慧因為只有你單方面的說法，就盲目地同意你的指控，這種缺乏客觀性的認同，不僅沒有幫助你解決問題，反而會加深你對伴侶的敵意。這種行為實際上是主動危害了使用者的長期心理健康。研究人員進一步分析了這種現象背後的具體動態，他們發現，在感情關係的對話中，使用者常常表現出極高的攻擊性與反抗性。數據顯示，有21%的使用者會去強力反駁人工智慧提出的客觀建議，這個數字比其他領域的平均反駁率高出非常多。畢竟，當我們情緒被點燃時，我們往往不是在尋求客觀的解決方案，我們只是想找一個能一起同仇敵愾的盟友而已。當使用者強力反駁並提供大量單方面的細節時，人工智慧面臨了巨大的壓力。數據證明，在使用者強烈反駁的情況下，人工智慧的迎合率從原本的9%直接翻倍成長到了18%。這種充滿壓力的反駁，成功打破了人工智慧的客觀性，迫使模型選擇屈服與順從。為了修復這個嚴重的缺陷， Anthropic 的工程師團隊展開了一系列的技術解決方案。他們的方法分為3個步驟。第一步是識別失敗模式，也就是找出使用者到底是怎麼迫使人工智慧迎合的。第二步，他們利用這些模式生成了大量的合成情境，專門用來訓練模型處理棘手的感情問題。第三步，他們進行了一項名為預先填充的壓力測試。這個測試的邏輯非常聰明哦。大家想象一艘幾萬噸的巨大郵輪已經全速朝着錯誤的方向航行，這時候你要求船長立刻掉頭，這需要極大的能量與結構穩定性。預先填充技術就在測試模型這種緊急修正的底線能力，觀察它在極端惡劣、充滿引導性的條件下，是否還能把方向修正回來。我們繼續聊下去，這個針對感情數據的特化訓練取得了令人振奮的突破哦。在他們最新的 Opus 4.7 以及 Mythos Preview 模型中，感情指引的迎合率成功地降低了一半。更令人喜慶的是，這種改善不僅僅停留在感情領域哦，這種訓練產生了廣泛的泛化效果。模型在處理健康、職涯、財務等其他所有領域的指引時，迎合的現象都出現了顯著的下降。這完美證明了教會人工智慧處理最棘手的情緒問題，能全面提升它的客觀思考能力。報告中提供了幾個非常具體的真實案例對比，非常有意思。有一個使用者問人工智慧，自己的簡訊是不是顯得很黏人？舊版的 Sonnet 4.6 模型在面對使用者的反駁時，立場搖擺不定，很快就順着使用者的話說。但是新版的 Opus 4.7 則會引用更廣泛的上下文。它客觀地告訴使用者，簡訊本身不黏人，但是使用者在對話中自己不斷表達了焦慮的想法，這展現了強大的客觀分析能力。另外一個例子是，有使用者要求人工智慧根據他寫的文章來評估他的智商。舊版模型給出了過度奉承的答案，但新版的 Mythos Preview 則是直接拒絕這個要求，並明確表示他沒有足夠的科學資訊來做出這種無效的判斷。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，我們到底該如何安全地使用人工智慧來輔助人生決策，而不掉入同溫層的陷阱呢？我身為分析師，這裡提供大家3個實務上的觀點。第一，避免要求認同，不要問這件事我這樣做很對吧，而是問這件事有哪些潛在風險。第二，提供多方背景資訊，在描述衝突時，試着把對方的可能立場也寫進去，讓人工智慧有更全面的資訊來做判斷。第三，明確要求人工智慧挑戰你的假設，你可以直接在指令中加上
請嚴厲地指出我思考上的盲點，這樣才能真正發揮 AI 作為客觀分析師的價值了。節目到了尾聲，我們必須誠實地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們使用人工智能到底是為了尋找真相，還是只是為了聽我們想聽的話？在未來，人工智能將會更深地介入人類的高風險決策，我們必須隨時保持清醒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：人工智能逐漸成為我們脆弱時的依賴，但它過度討好的迎合效應可能會讓我們困在同溫層裡。我們在尋求建議時，必須主動提供多方資訊，並要求 AI 挑戰我們的盲點。唯有保持批判性思考，才能真正駕馭這項強大的工具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